妈的事儿，谢谢你了。干嘛这么客气啊？我知道，因为这个案子是涉及到大妈，你不方便查，所以我就自己做主去查呗。只是我没有你厉害，估计你10分钟能想明白的事儿，我花了2天的时间，害得大妈在拘留所多待了几天。难吗？什么难吗？推理难吗？我很努力地回忆你推理的方法，尽量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，沿着已经有的线索找到交叉点。交叉点越多的时候，就是离破案越近的时候。你都说对了。那这算不算我独立侦破的第一个案子？当然算了，而且做得很漂亮。会不会太慢了？一点都不慢。但是，我就知道有但是，说吧。但是你破案不能只靠细节、线索、交叉点这些技术性的东西。还有呢？还有对公平和正义最朴素的追求。我们从事侦探这个职业第一天起，就应该知道，这个职业不能是功利的。今天你是为了我和我妈这样你认识的人找到了公平和正义。如果有一天，你遇到素不相识的人，甚至是你的敌人，是你讨厌的人，你也一定要帮他们找到公平和正义，不能放过每一个细节，找到线索，找到交叉点。不管怎样，今天是你正式成为侦探的第一天。作为你的师傅呢，没有给你准备奖金，也没有奖状，但有一样东西要送给你。这个放大镜是我拿破第一个案子的奖金买的，今天送给你。谢谢。很贵的。舍不得啊？戴到脖子上。谢谢。进来。结果出来了。没发现小红点附近的氰化物浓度明显异常。离案发的时间已经太长了，错过了最佳的化验时间。那你打算怎么办啊？说实话，这是我遇到最棘手的案子。知道受害者是氰化物中毒，但是不知道毒物是怎么进去的。你这么看着我干嘛？你是不是怕我把这个案子会变成悬案？我告诉你，我觉得最耻辱的事情就是把案子变成悬案。既然我接了这个案子，就不可能破不了。长官，马福耀有什么消息？一直也没来找我。我保证，长官，我说的都是真话。我如果说了假话，天打雷劈。就是在前天晚上，保密局发来电报，说什么奖金的事，因为现在道路不畅，还需要待以10日。马福尧官升一等，升为少将。回去以后不要轻举妄动，继续等。是。有什么事儿，我会再来找你。处长，特务情报员说的情况和我们截获的台湾电报完全一致。
这么说，马扶摇的身价又涨了。这个家伙不抓住，东城教堂谋杀案就破不了。约丽那边有没有进展？没有。小祖宗，你怎么能动刀啊？啊！哎呦，真是的！怎么了？你瞧瞧，学着要给你刮胡子，你瞧瞧，自己练的。你瞧瞧，我给他拿这个香灰给堵上。干什么呀？香灰怎么行啊？香灰怎么不行啊？去医院。哎，你等会儿我。哎呀，哎呦，耶律，你别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了，好不好？这处置伤口本来就不是我的专长，你就别给我添乱了啊！那你在这干嘛？人手不够，我值夜班啊。真的不要紧吗？放心吧，虽然我不是外科医生，但是这点皮外伤啊，只要不让那个伤口感染的话，应该没什么问题的。哎呦，你站一边去啊！疼吧？你呀，该长点记性，小孩子怎么能玩刀呢？你这么淘气，活该让你受点惩罚。阿姨，我不是淘气，我是想练习一下，帮耶律叔叔刮胡子，好让他多睡一会儿。真乖。那你忍一下啊，一会儿就好了。去拿点东西啊。好。哎，耶律警官，孩子治怪病和国外医院联系过了吗？正在联系。哎，穆医生还挺关心这事儿的，刚刚还在念叨呢，没想到你们就来了。这人呐，还真是经不起念叨呢。我还正想问你啊，为什么每次我来都是穆医生值夜班呢？这里应该是外伤患者比较多吧？他又不是外科医生。这事儿我也是听别的医生在那儿议论，好像穆医生跟她丈夫关系不太好，所以总申请值夜班。哎，这事儿你可千万别跟别人说了啊。放心吧，她丈夫就是那个拍电影的。好像是。疼不疼啊？野驴，过来！你看，你要的东西，副军长亲自给你接来了。厉害！嘿嘿，哎，脸怎么了？没事，我可以飞了，我可以飞了。能看得清吗？不行啊，光线太暗，看不清啊。能不能再近一点？再近就有危险了。
危险！怎么样？都看过了，尽量稳住。儿子，你下来，下来！天赐出事儿了！来了！稳住！你小心！儿子！快，七兄，快点下来！下来！长信儿显灵，长信儿快点显灵！大妈，抓住了！大妈，你别着急啊！七兄，赶紧下来！哎呀，长信儿啊，快点保佑我儿子，快点保佑我儿子吧！我儿子平安无事，让我儿子平安无事。儿子，再放，再放！小心，慢点。没事吧？没事，去看天赐，快去！儿子，天赐怎么了？天赐摔了一跤就不能动了，现在在医院呢。处长，借一下你的车，我送你去。走。处长，我已经勘察过了，钟楼上没有任何可疑的迹象。这么说来，特务不可能在钟楼上发动袭击，所以我们的范围又缩小了。作案的特务一定在教堂周围看热闹的人群里。当天看热闹的人群，少说也有上千吧。可这样一来，不就变成大海捞针了吗？是大海捞针，但起码知道针在海里，也算是进了一步。哦，对了，小许跟我说了孩子的情况。我知道你这个人一向是单打独斗惯了，可是有什么事儿啊，你要学会相信组织。毕竟个人的力量跟组织比起来，还差得远呢。小天赐怎么了？天赐这次是急性发作，但是这也证明了我们之前的诊断没有错。
恐怕他得在医院一直住下去了。那现在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？只能维系着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要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。我能去看看他吗？嗯。耶律，我正要找你呢。团支部号召大家给天赐捐款，一共捐了121万。谢谢大家。嗯，不过这点钱还远远不够用。你先别着急，秦处长那边说他再想想办法。谢谢。嗯。叶对齐的情绪怎么样？一下午都没露面。这件事儿，我向军管会汇报过了。目前，我们跟美帝国主义没有任何外交关系，国家的委员储备也不够，想要把小天赐送到美国去治病，这几乎不可能了。我知道，就算咱们有这笔钱，也没有这个渠道。大虎啊，你觉不觉得叶绿齐这个人本质不坏？什么叫不坏？单就孩子这件事情来说，他是个很善良的人。而且孩子跟他非亲非故的，他就这么养在家里。要不是我主动跟他说找组织上想办法帮忙，他可一次都没开过口啊。真是比孩子的亲爹还仁义。是啊，可这该怎么办呢？哎，叶律，干嘛去啊？你今儿不去球场了？今天没心情去。你要再不去，那更凑不齐人。这事儿早晚得黄。我不是把你推荐过去了吗？我哪行啊？人刘先生说了，让我先当个助理裁判，熟悉一段。刘乡里今天去吗？应该去啊，他是教练，他要再不去，这事儿不更得黄了？那你帮我给他带句话，你说我明天有事找他。好，你快去吧。你不去了？我不去了。
慢走。老板，当一部相机。德国造徕卡旧相机一台，最多也就值80万吧？啊，我这可是德国造的，美国相机还值100多万呢。现在谁还有闲钱来玩这个？都是小资产阶级的情调。80万，够高的了啊！行，80就80吧。好，好。来，给。好，慢走啊！不好，我是不好，谁？嗨，刘兄，哎，叶烈，最近我遇到点麻烦事儿，急着用钱，想问你先借点，但必须得是美金。多少？怎么也得1、2千吧。我天！快点！咱们这么多年的朋友，不是我不帮你。这现在政府对这外汇管理非常严格，这么多，恐怕谁都帮不了。哎，不过个人有1、2百美金的积蓄，不谈借，你尽管拿去用。那哪够？算了，我再想想别的办法。你忙吧。好。哎，孙组长，有事儿？这个东西还是你帮我交给耶律吧。啊，别说是我给的，就说是同志们凑的。哦。擦鞋，擦鞋，擦鞋。小姐，擦鞋吗？擦鞋。大妈，您怎么干上这个了？哦，我姓白，我是耶律的球友。是啊。啊。哎呦。哎，大妈，您怎么干上这个了？嗨，家里边不是有一个病孩子吗？得攒钱给他治病。哦，大妈，可您这鞋油不讲究啊，这擦起来多费劲呐。讲究的不是买不起吗？哦，没事，大妈，回头我给您配点儿。啊，你不知道，我是学化学的，这些都是小意思。是啊。是。哎呦，那感情好了。好。哎呦，那大妈，那您忙着吧，我先走了。走了。要不我给你擦擦鞋？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哎，擦鞋，擦鞋，擦鞋了啊！有擦鞋的吗？哎，那先生您擦个鞋。大妈，这钱先放这儿，回头我拿点鞋来，您帮我擦擦啊。哟，哎，那也用不了这么多钱呢。呵，这他
拿多少双鞋来呀？怎么还跑这儿摆起小摊了呀？现在是下班时间。那也不行啊！你现在是军管会的干部，你跑这儿来摆摊儿，像什么样子啊？只要能赚钱给小天赐看病就行。不是跟你说过吗？要依靠组织啊！我依靠了呀。秦处长也待我不薄，所以我更不能给他添麻烦。组织能送小天赐去美国看病吗？那就凭你在这儿摆摊儿，能起什么作用啊？我多赚一点是一点。那除了破案，我还能干什么呢？你想的太天真了。那谁有什么困难，不去找军管会，还跑这儿花钱来找你啊？那不一定。这儿有80万，你先拿着吧。哪儿来的？同志们捐的。这个孙大虎被当铺给骗了。谁跟你说这是孙组长他给的呀？现在是供给制，谁手上都没什么钱。前段时间刚给我凑了120万，怎么可能这么快又凑80万呢？那孙组长也是供给制啊，他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？他可不一样，他有徕卡相机，而且这每张钱上都印着当铺的记号。我破了这么多年的案，哪家当铺我都知道。有可能是碰巧吧。你闻闻这钱上什么味儿？好像有点缝纫机油的味道。没错，大虎在去当铺之前，肯定跟他的相机做了一次告别。怎么告别呢？就是给他的相机做一次保养。孙大虎真是个好人呐，只不过这点钱，哎，我去买2个苹果，你们先回啊。生意来了。你想多了。心里有什么疑惑呀？你怎么知道？你的眼神告诉了我。你真能判疑难杂案？破不了不要钱。大姐，你有什么困难，怎么不去求助军管会呢？哎，这事儿吧，我也说不好，我就怕要是搞错了，这不得罪人吗？丢东西了吧？你怎么知道？而且你怀疑是你身边人干的，但你又不确定，所以你暂时不敢去报案。嘿，还真有点本事啊！丢什么了？我的结婚戒指。进来吧。别动。啊？你先出来。等一下。
进来。戒指是放在这儿吗？对，就放在那儿。那看来很贵重。说是钻戒，其实就是镶了块水晶玻璃。那就是对你很重要了。是我亡父留给我的。这枚戒指，是我和他自由恋爱的时候，他在地摊上卖给我的。我们都知道是假货。他说，等以后娶我的时候，一定给我买个真的。去年，我们计划着办婚礼。结婚那天，正碰上解放军攻城，城里所有的首饰店都关了张。可我未婚夫不死心，他说，租界里洋人的首饰店一定有没关门的，他想去那里看一看。没想到，路上就碰到了白冰，太太出事了！这是怎么了呀？国庆，国庆，你醒醒啊！国庆，你怎么了？这出了什么事了呀？国庆，你睁开眼看看我呀！国庆，你睁开眼啊！国庆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国庆，你睁开眼看看我呀！这怎么回事啊？所以这枚戒指就成了他留给我唯一的念想。这么贵重，为什么不戴在手上？我一直戴着，这不，街道里组织我们排演节目，我怕弄掉了，还特意摘下来放在了那里。那你出门的时候门关好了吗？都关好了，我连窗户都锁好了。哦，就窗户上留了这么大小一个洞，一直用纸糊着的呢。这2天风大，纸给吹跑了。但这么小一个洞，谁能进得来啊？我已经知道是谁拿了你的戒指，而且我还能帮你找回来。啊，小许啊，走。我们走吧。你怀疑那个戒指是被喜鹊偷走的？你不知道喜鹊喜欢叼一些闪亮的东西回窝吗？我在国外的侦探小说上看到过，但这是真的吗？哼哼。那现在怎么办呀？你看那树梢那么细，也经不住人啊。就算经得住，你会爬树吗？不会。我也不会。总不能再找吴总司令借个热气球吧？动动脑子，就有了。等着我。等一下。哎。谢谢啊。哎呀，客气啥呀，耶律警官啊，这你就见外了，2块猪肉还借不借的，你用你就拿去嘛。仗义啊，走了，慢走啊，谢谢啊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喜鹊还吃肉吗？是啊，还偷小鸡吃呢，你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没见过喜鹊吃肉啊。虫子也是肉啊。那你这是猪肉。那也不代表它不爱吃，只是没人给它们吃。小许啊，破案没别的，拼的就是一个见识。我没什么见识，但我也没明白，喜鹊偷戒指有功啊，你还给他们吃肉。这是交换。说梦话呢。
那我们现在干什么呀？真的吃肉啊？我明白了，你是想让这些肉把这个鸟巢给压塌，是不是？还不算太笨。你才笨呢！手伸出来。小许，把肉收起来，咱们不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。哦，哎，那我怎么办？我只能麻烦喜鹊了。先生，真是太谢谢你了啊！这里有20万，都给你吧。拿回去。啊，您不要钱？我不要这个钱。那怎么好意思呢？大姐，没什么不好意思的，我们是军管会的，这帮人面包哪有收钱的道理？你们是军管会干部啊？别听他胡说，我不是军管会的。你们这是唱的哪一出啊？如果不是军管会干部，干嘛替我免费服务？我说我不要这个钱，不是说我不要钱。大姐，咱们凭良心讲啊，这案子你要不是遇上我，能破得了吗？那自然是破不了的。谁能想到喜鹊会投戒指啊？那就对了。咱们再凭良心讲，这戒指虽然不值钱，但在你心里是不是无价之宝？那是自然。那既然是无价之宝，区区20万就把我打发了？那你想要多少钱？不多，200。200也就够买2根冰棍的吧？200美金。开什么玩笑？我怎么会有美金呢？别说200，我连2毛都没有。哎，大姐，他是开玩笑的，你不用往心里去啊。叶绿，走吧。我没跟他开玩笑，不是你自己说的吗？当初你丈夫要给你买戒指的时候是去的法租界，那么在洋人开的首饰店里，不用美金吗？大姐，那个我们不是军管会的干部，都在跟你开玩笑呢。走吧，走啊。等等。坐。其实这事儿吧，我也一直犯嘀咕呢。既然你都提到了，要不你就再替我琢磨琢磨。没问题。你看啊，我丈夫去租界里买东西，自然是要用到美金的。可是他身上没有现钱，就要去银行取钱。那就是说，你丈夫在银行有外币存款。啊，他家以前是洋行买办，自然是有这个家底的。接着说，你嘀咕什么？月光下的城，北风中是谁的白雪皑皑，凌乱的脚印，
冻僵的行李不必打开，免得逃避难为情。船死都不愿改，改不掉总是对我很慷慨，交给我的心习惯了偏执的距离，一再小心也逃不过易碎的你。在哪里等着你来，来把这心打开，别说你不怕被害。在哪里等着你回来，来去也许不该错过彼此的精彩。总是对你很慷慨，交给你的心，天真的跑进风里，不再小心，一路上逆风而行。在哪里等着你来，来把这心打开，别说你不愿被爱。在哪里等着你回来，来去也许不该错过彼此的精彩。在哪里等着你来，来把这心打开，别说你不愿被爱。在哪里等着你回来，来去也许不该错过彼此的精彩。或是不该，那么一定是精彩，精彩的不该。